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今天我们来做蛋黄酱。每次做这些简单的食谱的时候呢，都忍不住要感叹一下物质的神奇。一个蛋黄，1大勺柠檬汁。除了增加味道之外呢，它也提供了这个食谱里需要的水、盐和芥末酱。芥末里的淀粉可以让蛋黄酱更稳定一些。先放1大勺油，搅一搅，让它们互相先认识一下。完全搅拌之后呢，你看到它是比较稀的，还有一定的流动性。这时候给里面加油，一点一点的加。搅拌均匀之后呢，再加下一次。我用的是普通的菜油，你可以用其他的油。如果用橄榄油的话呢，尽量用精炼的，而不是初榨的。油和水本身互不相容，因为里面有蛋黄，油被分割为细小的颗粒，被水包裹住，它不能和其他的油颗粒汇合，就失去了流动性。但是这个方向你要搞清楚啊，是油的细小颗粒存在于水中，所以刚开始呢，你把水的用量定下来之后呢，再把油往水里加，你会看到它渐渐的由液体转化为固体。道理你明白了，就很难失败。一个蛋黄可以乳化非常多的油，最后蛋黄酱成品的多少呢，主要取决于刚开始水的用量。另外，提高温度也会加速乳化的过程，所以刚开始把所有的食材放到室温会更容易操作一些。大概到这个半固体的程度就差不多了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看明白了一件事情？超市里卖的蛋黄酱其实80%是油，只是以半固体的形式存在而已。其实蛋黄酱的做法和材料都非常简单，自己随手就做了。装到瓶子里呢，放到冰箱冷藏，大概可以放1个星期左右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集再见。